老公出差我预产期提前，独自签字生下双胞胎后，医生进来一脸疑惑问我：您先生不就在隔壁吗？正陪着一位年轻孕妇呢。生产室的门在身后合拢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像某种宣告。我独自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，手里攥着刚签好的手术同意书，指尖还残留着笔杆的凉意。那张纸被我捏出了褶皱，同意2个字下面，我的签名歪歪扭扭的，像幼儿园小孩的习作。可我顾不上了，阵痛每隔3分钟就来一次，像有人拿钝刀在我的腰腹间来回锯。我扶着墙壁，大口大口的换气，汗水从额角滑下来，糊住了眼睛。疼到这种程度，人反而变得异常清醒，清醒到能听见走廊尽头护士站里传来的窃窃私语。39床那个孕妇就一个人来的，签字都没家属。可不是吗？护士长问了好几遍，她说她自己签就行。预产期还有1个多星期呢，提前发动了。老公出差在外地赶不回来。啧，这年头还有这种事。我生我家老大的时候，我老公比我还紧张，在产房外面差点把墙体抠下来。声音渐渐低下去，变成一阵模糊的嗡嗡声。我没有回头，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目光。从怀孕到现在，每次产检都是我一个人挂号、排队、抽血、做 B 超。刚开始还有人问您先生呢，到后来连护士都懒得问了，直接跳过家属签字那一栏，把单子递给我。不是我老公不负责任，是他在这个城市有太多比我更重要的事。沈彦洲，沈氏集团掌门人，福布斯榜上排得进前50的富豪，而我是他3年前在慈善晚宴上遇到的灰姑娘。媒体是这么写的，虽然我觉得这个称呼俗气的要命。我们结婚2年，隐婚2年。对，隐婚。他说这是为了保护我。沈家的水太深，股东、董事那些盯着他的眼睛太多，贸然公开一个来历不明的妻子，会把我推上风口浪尖。我信了，或者说我选择相信。毕竟他对我很好，好到让我觉得那些见不得光的日子都是值得的。他会在凌晨3点结束应酬后赶到我租的公寓，带着一身酒气把我搂进怀里，说想你了。他会在出差时每天打3个电话，事无巨细地问我吃了什么，睡得好不好。他甚至记得我第1次跟他提过的生日，在那天送了一条亲手设计的项链过来，卡片上写着等我。我从来不是贪心的女人，不要名分，不要公开，不要那些豪门阔太的排场，我只要他。可怀孕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也不是变了，是原本就存在的问题像退潮后的礁石一样露了出来。他开始频繁的失约，产检从尽量陪变成下次一定，最后变成你辛苦了，我让秘书陪你去。我说不用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我以为这是在体谅他，直到3天前，预产期还有9天，他拖着行李箱站在玄关，说要飞一趟新加坡，那边有个并购案出了点问题，最多1周就回来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看着手机屏幕，语气轻描淡写的像在说去楼下便利店买个东西。我摸着肚子，宫缩已经开始有些不规律了，但我不想小题大做。我说好，你路上小心。他走过来亲了亲我的额头，说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迎接宝宝。然后他走了，走得干脆利落，像过去的每一次。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，久到肚子里的双胞胎踢了我一脚，才回过神来。我给他发了条消息，老公，
我有点紧张。他回得很快，别紧张，有医生在呢。我开完会给你打电话。我没等来那个电话。晚上11点，羊水破了。我叫了救护车，一个人上的车，一个人办的住院手续，一个人签的同意书。护士问我家属呢，我说在外地。他说要不要联系一下，我说不用了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说这话的时候我没哭，签完字没哭。现在站在走廊里，阵痛一波接一波袭来，我也没哭。我不是不委屈，是委屈到了极致，反而哭不出来，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，就那么卡着，硌得人生疼。沈太太，可以进产房了。护士走过来扶我，我点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迈开步子。就在这时候，走廊尽头拐角处传来一阵说笑声。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从电梯间方向走过来，手里拿着病历夹，一边走一边回头跟旁边的人说着什么。他路过我身边的时候，步子顿了一下，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手术同意书，又看了一眼我的脸，表情忽然变得古怪起来。您是39床的产妇？他问。我点头。他皱着眉，低头翻了翻手里的病历夹，又抬头看看我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有话要说，又不好说出口。最后他合上病历夹，用一种我至今都记得的混杂着困惑和同情的语气说了一句话：您先生不就在隔壁吗？我的脚步定在了原地。那个医生没有等我回答，继续说了下去，声音不大，但因为走廊空旷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砸进我的耳朵里。20分钟前送来一位年轻孕妇，肚子疼得厉害，有位先生全程陪同办的手续。我看了一眼登记信息，配偶栏写的是您的名字啊，沈彦洲。我还以为那是您先生呢。走廊里的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嗡嗡声，和我的耳鸣混在一起，变成一种让人眩晕的白噪音。我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到隔壁那道门前的，不是走的，是飘的。魂儿已经从身体里飘出去了，剩下那具躯壳靠着本能在移动。阵痛还在继续，可我已经感觉不到了，痛觉神经像被什么东西切断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，冷得我直发抖。隔壁病房的门开着一条缝，里面透出暖黄色的灯光和断断续续的说话声。我没有推门，我只是站在门外，透过那条巴掌宽的缝隙看了进去。病房是 VIP 单人间，沈彦洲上个月刚预付了1整年的费用，说是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住得舒服点。淡蓝色的墙壁，真皮沙发，独立卫浴，还有一个家属陪护床。我曾经觉得他体贴，现在才明白，这间病房大概从一开始就不是只为我准备的。他坐在床边，沈彦洲，我法律意义上的丈夫，我肚子里2个孩子的父亲，此刻正坐在另一张床边，手里端着一杯温水，微微倾着身子，跟床上的人说着什么。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，是我上个月逛街时买给他的，花了将近3万块，刷的我自己的卡。他把它穿出来了，穿来陪另一个女人生孩子。那个女人侧躺在床上，长发散在枕头上，一只手捂着肚子，另一只手紧紧抓着她的袖口。她脸色苍白，但五官精致的不像话，即便在疼痛中也透出一种我从未拥有过的柔弱美感。不是漂亮，是好看，好看到让人移不开眼的那种。沈彦洲在跟他说话，嘴唇翕动着，隔着一段距离我听不清内容，但我看清了他的表情。
那不是我熟悉的沈彦舟，他在我面前永远是沉稳的、克制的，像一座精心雕琢的雕塑，每一寸都恰到好处，每一寸都透着疏离。可此刻他脸上的表情是鲜活的，是焦急的，是心疼的，是恨不得替他疼的那种急。那种表情我从没见过，因为我从没让他急过。我一个人产检，一个人住院，一个人签同意书，从来没让他操过心。我以为这是懂事，是体贴，是作为一个合格的隐婚妻子该有的自觉。可我忘了，男人永远不会因为你的懂事而感激你，他只会因为别人的不懂事而心疼他。沈先生，您太太的宫缩频率上来了，可能要提前进产房。一个护士走进去，声音恭敬的过分。床上那个女人立刻攥紧了沈彦舟的手，声音又细又软，带着哭腔：彦舟，我怕。沈彦舟俯下身，用另一只手拂开他脸上的碎发，声音低而温柔，像在哄一个怕黑的小女孩。别怕，我在呢，哪都不去，就在这儿陪你。我的胃猛地收缩了一下，不是宫缩，是某种比宫缩更凶猛的东西从胃里翻涌上来，顺着食道一路灼烧，最后化成一口酸涩的气堵在嗓子眼。我忽然想起来，3天前他拖着行李箱离开的时候，我站在门口问了他一句：如果我提前生了怎么办？他头都没回，摆了摆手说：不会的，预产期还有9天呢，我来得及赶回来。他赶回来了，只不过赶到了别人的病房。沈太太，那个医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小心翼翼的：您还好吗？我慢慢转过身，看到走廊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几个护士和一个主治医生，都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那种眼神里有同情，有好奇，还有一点点我就说嘛的八卦味道。我把手放在肚子上，感受着2个小家伙在里面翻来覆去的折腾。他们好像也感受到了我的情绪，踹得比之前更厉害了。肚皮上一会儿鼓起一个包，一会儿又鼓起来另一个。我很好，我说，声音平稳的连我自己都意外。麻烦您带我去产房，我要生了。产房的门再次关上，这一次是真的要生了。躺在产床上的时候，我看着头顶那盏无影灯，光线白得刺眼，像要把人的灵魂都照穿。助产士在准备器械，麻醉师在调试设备，护士在我手背上扎了留置针，冰凉的液体顺着血管流进来。所有的一切都像慢动作，所有的一切都像隔了一层毛玻璃。沈太太，您确定不联系一下家属吗？护士最后一次问我，生产过程中如果有突发情况，还是需要有家属在场签字的。我闭上眼睛，想起刚才在病房门口看到的那一幕。他温柔地拂开他脸上的碎发，说哪都不去，就在这儿陪你。如果他在这儿陪我了，那他怎么办？不用，我说，我自己签。可是手术同意书上写了，双胞胎顺产风险比较大，万一需要中转剖宫产。我说了，我自己签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语气里的某种东西让护士闭了嘴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什么，把同意书递过来。我在家属签字那一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沈彦舟3个字，一笔一画，端端正正。我在替他签下无数张同意书之后，终于连他的名字都写得比他本人还漂亮了。阵痛越来越密集，2分钟一次，1分钟一次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横冲直撞，要把我整个人从中间撕裂。我咬着牙，一声不吭地忍着，汗水顺着鬓角淌下来，
把枕头阴湿了一大片。沈太太，您要是疼得厉害，可以喊出来。助产士说。我摇头，我不想喊，不是逞强，是觉得没有必要。喊给谁听呢？产房外面没有人，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应该在这里听我喊的人，正在隔壁病房握着别人的手，告诉别人别怕。那我就不喊了，反正喊了也没人心疼。开6指了，继续用力，深呼吸。助产士的声音在耳边响着，一会儿远一会儿近，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。我用力的推，推得满脸通红，推的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往下淌。不是哭，是用力过猛导致的生理性流泪。我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，不哭，不能哭，为这种事情哭不值得。可眼睛他不听话，看到头了。再来一次，沈太太，再来一次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憋住了，用尽全身力气往下推。那一瞬间，我听到了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，不是生理上的，是心理上的，像是有一根绷了2年的弦，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断开了。第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了产房的空气。我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，助产士的声音又响起来，还有一个，继续，别停。我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，第2波宫缩就紧跟着来了。这一次更快，像是什么东西从身体里滑脱出去，紧接着是另一声啼哭，比第1声更大更响亮，像是要把这整整2年的委屈都哭出来似的。恭喜你，沈太太，是一对龙凤胎。助产士把2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分别裹在毛巾里，放到我身边，哥哥和妹妹都很健康。我偏过头，看着这2个小小的、红彤彤的、还在哭着的婴儿，忽然觉得一切都安静了。那些窃窃私语，那些同情的目光，那道门缝里的画面，那个温柔的刺眼的侧脸，全都不见了。只剩下这2个小家伙，一个在我左边，一个在我右边，哭得声嘶力竭，用力地宣告着他们来到了这个世界。我伸出手，先摸了摸哥哥的脸，又摸了摸妹妹的脸。他们感受到我的温度，哭声渐渐小了，变成一种细小的哼哼唧唧的声音，像2只受惊的小猫在寻求庇护。就在这时候，产房的门被推开了，一个护士探进半个身子，表情有点古怪，像是不敢说又不得不说，沈太太，外面有位先生，说是您丈夫，非要进来。我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。他怎么会来？我问。他不是应该在隔壁陪别人吗？护士的表情更古怪了，跟旁边的人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声音压得很低。隔壁那位女士已经生了，是个男孩。那位先生好像刚知道您也在这家医院，脸色难看得要命，现在在走廊上跟保安吵起来了，非要闯进来。我看着怀里2个安安静静睡觉的小家伙，忽然笑了，不是苦涩的笑，也不是嘲讽的笑，是那种，怎么说呢，是那种终于把一道想了很久的数学题解出来之后的笑。沈燕洲，你终于想起来你还有个老婆，也在这家医院生孩子了。巧了，你儿子刚哭完，我女儿也刚哭完，你连他们哭都没听到。产房的门被人从外面推了一下，没推开，因为我让护士从里面锁上了。紧接着是敲门声，不太重，但很急促，带着一种我熟悉的节奏，是沈燕洲的敲门习惯，先敲2下，停一下，再敲3下。小陆，他的声音从门外转进来，比平时低了几分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慌乱。小陆，你在里面是不是？开门。
小陆是我的小名，他很少这么叫我，大多数时候是连名带姓的叫沈太太，在更私密的场合叫老婆。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，这一点我向来知道，也向来体谅。可现在听到这个称呼，我只觉得陌生。先生，请您在外面等。护士的声音，我知道他在里面。我收到医院系统推送的通知了，他的病历关联了我的手机号。沈彦洲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但那种低不是平时的克制，是濒临失控的边缘挣扎。让我进去，我是她丈夫。门口安静了几秒，然后是护士长的声音，不卑不亢的：先生，产妇现在需要休息，而且病房有规定，非陪产家属不能随意进出产房。请问您是事先登记过的陪产家属吗？又是一阵沉默。我当然知道他不是，因为陪产家属登记表上我填的是无。不是我矫情，是他自己说的最多1周就回来，我以为他赶不上，就没填。后来肚子疼得厉害了，护士问我要不要填一个，我想了想，说算了，他出差呢，赶不回来。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为他着想，多可笑。沈彦洲的声音出现了一丝裂痕，那种裂痕像冰面上的细纹，从中心向四周扩散，虽然还没碎，但已经撑不了多久了。我不知道他今天生，他预产期还有好几天。我以为。你以为什么？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护士长说的。但我听得出来，护士长的语气里带着一种隐忍的不满。那是一个当了20多年助产士，见过无数产妇独自生产的女人，对一个缺席丈夫的本能反感。沈彦洲没有回答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但我能想象出来，他一定皱着眉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下颌肌肉微微绷紧。他在谈判桌上就是这个表情，每次遇到难缠的对手都会这样。区别在于，谈判桌上他可以从容地站起身来走掉，但此刻他被一道锁着的门挡在外面，里面是他刚生完孩子的妻子。他走不掉，因为这次不是谈判，是审判。敲门声没有再响起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由近及远，像是他离开了。我听到护士长的声音在门口响了一下，没听清内容，但语气里的惊讶让我忍不住多了一个心眼。大约过了5分钟，门又被敲响了。这一次不是沈彦洲的声音，是一个陌生的女声，温和而有礼：沈太太，您好，我是医院的行政主任。有一位沈先生申请进入产房陪护，按照流程，我们需要您本人的同意，请问您是否同意？我低头看了看怀里2个已经睡着的小家伙，又看了看自己苍白的手背上那根留置针，再看了看床头柜上那一叠签了我自己名字的同意书。不同意，我说。门外安静了片刻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行政主任的声音没有变化。另外，沈先生让我转告您，隔壁病房的那位女士是他的。他顿了一下，像是在斟酌措辞。是他的什么人？我替他说完了。是他的妹妹。行政主任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微妙的犹豫。同父异母的妹妹。产房里的空气忽然凝固了。我盯着那扇门，大脑飞速运转。妹妹？沈彦洲什么时候有个妹妹了？我嫁给他2年，从未听说过他有妹妹。他只提过一个姐姐，远嫁国外，好几年没回来了。同父异母。这一瞬间，我想起了很多东西。想起每次我问起他家庭情况时，他眼神里一闪而过的回避。
想起他手机里有一个永远静音的联系人，备注只有一个字：他。想起3个月前，他在书房接了一个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我只隐约听到一句别让他知道。我当时以为他在谈生意，我太蠢了。沈太太，行政主任在外面等我的回应。我没听说过他有妹妹。我说，声音不大，但足够门外的每一个人听清楚。结婚2年，他从没提过。门外又是一阵沉默，然后是低低的交谈声，听不真切。过了一会儿，脚步声散开了，走廊重新安静下来。护士走过来给我换点滴，动作轻柔，但眼神里写满了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他想问什么，整个产科的护士大概都想问。一个隐婚的富豪太太，独自一人生下双胞胎，丈夫却在隔壁陪着另一个妹妹生孩子。这不是八卦，这是电视剧。你想问就问吧，我对那个护士说。她愣了一下，脸微微泛红，但还是没忍住。那个，您先生说的妹妹，您信吗？我靠在枕头上，看着头顶的天花板，认真的想了想这个问题。信吗？理智告诉我，也许是真的。沈燕洲虽然冷漠了些，但他不是一个会说这种低级谎言的人。如果他要出轨，他大可直接摊牌，以他的身份地位，没必要编造一个漏洞百出的借口。但直觉告诉我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如果真是妹妹，他为什么从不提起？如果是妹妹生孩子，他为什么会露出那种心疼到骨子里的表情？那不是一个哥哥看妹妹的眼神，那是……我想起他俯下身拂开他脸上碎发的样子，指尖的温柔像是怕碰碎一件稀世珍宝。不，那不是哥哥对妹妹，那是男人对女人。我不信。我说。护士眨眨眼，显然没料到我这么直白。但如果真的是妹妹呢？我又说，像是在跟自己探讨，如果是真的，那我就是天底下最小心眼的女人，连老公的亲妹妹的醋都吃。如果不是真的，我停了一下。如果不是真的，那我就是天底下最蠢的女人，被人骗了2年，还在替他找借口。护士没有追问，默默地把点滴速度调好，退出了产房。门关上的瞬间，我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嘈杂声，好像有人在争吵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激烈。其中一个人的声音我很熟悉，是沈燕洲。他在跟谁吵架？不对，他不是会吵架的人。他生起气来只会越来越冷，冷到像一把刀，削得人无地自容。从来只有他让别人失控，没有人能让他失控。可此刻他在吵，他在失控。我闭上眼睛，不去想那些声音意味着什么。怀里的小家伙动了动，小手从毛巾里伸出来，无意识地抓住了我的病号服袖子。那么小的手，比我的大拇指还小，指甲透明的像蝉翼。我看着他，心忽然就软了。不是对沈燕洲心软，是对这2个小家伙心软。他们选择了我做妈妈，在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，就已经把命交到我手上了。我不能让他们一出生就活在烂泥里。不管沈燕洲那个妹妹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不管这段婚姻最后会走向哪里，我都要先把这2个孩子护好了。他们是我的，不是沈家的，不是任何人的，是我的。产房的门又一次被敲响，这一次敲门声很轻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。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正准备说不同意，门外的人先开口了。小陆，是我。不是沈燕洲的声音，是个女人。我睁开眼，
看着那扇门，脑子里飞速搜索这个声音的主人。我认识的人不多，女性的声音能让我一下子认出来的更少。这个声音温温柔柔的，像春天里化开的雪水，带着一种让人不由自主放松下来的魔力。我见过这个声音的主人，只在照片上见过。嫂子，门外的人顿了顿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我是沈燕洲的姐姐，沈燕青。我能进来吗？我没有回答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回答。沈燕洲的姐姐，那个远嫁国外好几年没回来的姐姐，她什么时候回国的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她来找我做什么？一连串的问题涌上来，但最后汇成了一个念头：如果沈燕洲真的在外面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，他不可能让他姐姐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，除非他问心无愧。进来吧，我说。门被推开，一个女人走了进来。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大衣，头发挽在脑后，露出一张和沈燕洲有3分相似的脸。但她的气质和沈燕洲截然不同，沈燕洲是冷的，她是暖的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让人舒服的温度。她身后还跟着一个人，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，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他的表情很严肃，但那种严肃不像沈燕洲的冷，更像是一个即将宣布重要消息的人，习惯性的绷紧了脸。沈燕青走到我床边，目光先落在了2个孩子身上，眼眶一下子红了。像，真像。他低声说，声音有些哽咽，像燕洲小时候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他没有碰孩子，只是站着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抬起头来看我。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，不光是心疼，更多的是愧疚。对不起，嫂子。他说，我来晚了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好沉默地看着他。沈燕青深吸一口气，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，侧过身让出身后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，这是中心医院遗传科的陈主任，我专门请他过来的，带了文件。陈主任冲我点点头，把手里的牛皮纸信封打开，抽出一沓文件递给我。沈太太，这是一份 DNA 亲缘关系鉴定报告。他的声音平稳而专业，鉴定样本来自您丈夫沈燕洲先生以及隔壁病房的新生儿，您可以看一下比对结果。我没有接，我看着沈燕青。你们什么意思？我问。你们想告诉我，隔壁那个女人真的是他妹妹，那个孩子真的是他的外甥，然后呢？一切都是一场误会，我小题大做，我小心眼，我应该大度的原谅他的缺席，开开心心的接受一个完美的解释。我的声音在发抖，不是害怕，是愤怒，是那种被逼到墙角还要被要求理解对方的愤怒。然后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，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说，他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不在，他在别的女人身边陪着，不管那个女人是他什么人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，他不在。沈燕青的眼眶更红了，但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陈主任。陈主任把那沓文件又往前递了递。沈太太，我建议您先看一下报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伸手接过了那份报告。翻开的瞬间，我的目光扫过那些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和数据，最后落在结论那一栏。经比对，被鉴定人1新生儿与被鉴定人2沈燕洲之间存在生物学估值亲缘关系，概率为 99.9997%。我的手指顿住了，真是妹妹，真是外甥，不是出轨，
不是小三，不是狗血的豪门恩怨，只是一个妹妹生孩子，哥哥来陪着，仅此而已。我放下报告，看着沈燕青，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嫂子，那个女孩叫沈燕柔，是我爸在外面的孩子。她的声音很低，低到像是在跟我说一个守了多年的秘密，比燕州小8岁，比我还小10几岁。我爸去世前1个月才告诉我妈，燕州知道这件事比我早1年，但他一直瞒着我，也瞒着你。他擦掉眼泪，继续说了下去。燕柔的妈妈去年得了癌症，走了。他在这个城市举目无亲，只认识燕州这一个哥哥。燕州答应过我爸，要照顾好这个妹妹。他不敢告诉你，是因为……沈燕青低下头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因为他怕你觉得他父亲做过的事情，他也会做。他怕你知道沈家有私生子的传统，会看不起他，会觉得他将来也会。他没有说完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沈燕州的父亲有私生女，他怕我因为这个不信任他，所以他选择隐瞒，选择让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选择一个人在明处照顾妹妹，在暗处维持秘密，把所有可能引起误会的事情都藏起来。最后误会真的发生了，他只能站在产房门外，隔着锁着的门解释，连进来抱一下自己孩子的资格都没有。我突然觉得嗓子很干，不是感动，也不是释然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，像是一口气喝了太多不同味道的东西，甜的、苦的、酸的、涩的全搅在一起，最后变成一种无法分辨的混沌。所以他的妹妹生孩子，他去陪着，没问题。我慢慢说，但是他没有告诉我，没有告诉我他有一个妹妹，没有告诉我他今天会出现在这家医院，没有告诉我他其实就在隔壁。他让我一个人签了所有同意书，一个人开了食指，一个人生下了2个孩子，然后告诉我这一切都是误会。我抬起头看着沈燕青，姐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误会，还是他根本就没把我当自己人？沈燕青的眼泪止不住的流，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。产房的门在沈燕青离开后又关上了，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，只剩下2个小家伙均匀的呼吸声和心电监护仪规律的滴滴声。我没有哭，从签下同意书到现在，一滴眼泪都没掉过。不是不伤心，是把所有的伤心都压到了一个箱子最底下，用盖子死死盖住，等以后有时间了再慢慢拆开来看。现在不行，现在我的身体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，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需要休息，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处理情绪。但我睡不着，我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着刚才那些画面。沈燕州拂开他脸上碎发的样子，说别怕我在的样子，那种我从来没见过的鲜活表情。妹妹，她是他妹妹，所以那些表情是合理的，是应该的，是正常的兄妹之情。我胡思乱想了整整2个小时，从一个误会推导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出轨故事，还在心里给自己演了一出苦情大戏，多可笑！可我笑不出来，因为问题的核心从来就不是那个女人是不是她妹妹，问题是我一个人，从始至终都是我一个人。病房的门被人轻轻推开了，这次没有敲门，直接推的。我以为是护士来查房，偏头看过去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门口，大衣还没脱，领带松松垮垮的挂在脖子上，像是被人扯过。沈燕州，她看起来不太好，不是平时那种精心维持的不好看，是真的不太好。
眼睛里有红血丝，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，头发也不是平日一丝不苟的样子，额前垂下来几缕，像个跑了一夜长途的卡车司机。他站在门口，没有立刻进来，而是停了一下，目光越过护士站的灯光和监护仪的数字，直直地落在我身上，不，落在我们身上。我、哥哥、妹妹，一家4口。他的目光在2个孩子身上停了几秒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然后才慢慢移到我脸上。小鹿，他开口，声音沙哑的不像话。我没有应。他走进来，步子很慢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。走到床边的时候，他蹲下来，视线跟我平齐，伸手想碰我的脸。我偏头躲开了。他的手停在半空中，指节微微弯曲，就那么悬着，像一个没被点击的超链接。对不起，他说。我看着他。你在隔壁的时候，我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因为产房里太安静了，每一个字都清晰的像刻在玻璃上。你知道我在这边吗？他沉默了几秒。不知道。医院系统推送了你的产检信息，但我今天送燕柔来的时候太急了，没来得及看手机，所以你是在她生完之后才看到推送的。是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她怀孕的？她怀孕5个月的时候告诉我的。为什么没告诉我？又是沉默，更长的沉默，因为她不想让别人知道。她最终说，她妈妈刚走，她还没从阴影里走出来，不想面对任何人的询问和议论。我尊重她的选择。我笑了，不是开心的笑，是我自己都分不清含义的笑。那我的选择呢？我问，你有没有尊重过我的选择？你有没有问过我，愿不愿意一个人产检，一个人住院，一个人签同意书，一个人生孩子？你有没有问过我，介不介意你的手机里有一个我从来不知道的联系人，你每天都在跟他通话，却告诉我你在忙工作？他的表情终于出现了一道裂缝。我没有在忙工作，他说，声音更低更哑。我每次跟他通话，都是在处理他的事情。他未婚先孕，那个男人跑了，他一个人应付不来。我不能不管他，她是我妹妹，我爸临终前托付给我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？因为怕我觉得沈家有私生子的传统，怕我觉得你将来也会在外面弄一个私生子出来，怕我因为这个不信任你。我把沈燕青说的话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，语气平淡的像在念课文。所以你选择不告诉我，选择让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选择把我隔绝在你的世界之外。你觉得这样我就会信任你了？他愣住了，他显然没想到我知道这么多。燕青姐刚才来过了，我说，遗传科的陈主任也来了，给我看了一份 DNA 报告，证实了隔壁那个孩子是你外甥。所以你知道，我现在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因为误会你在外面有人了在撒泼。我说这些话是因为……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，因为你让我一个人。他的眼眶红了。沈燕洲会红眼眶？我从来没想过。在我心里，他是那个永远冷静、永远克制、永远不会失控的男人。可此刻他就蹲在我面前，眼眶泛红，喉结不停地滚动，像有很多话想说，却卡在了喉咙里。我知道。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已经哑得不像样子。我知道我不在，我知道你一个人签了所有同意书，一个人开了食指，一个人生下了他们。我知道我不应该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隔壁，不管那个人是谁。我知道我说10000遍对不起都换不回那2个小时。
他停下来，深吸一口气，但我还是想说对不起，小陆，对不起。他伸过手来，这一次我没有躲开，他的手附在我的手背上，冰凉的，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。他说不冷，外面温度还好，但我摸得出来，这只手抖了很久了，不是冷的，是怕的。沈燕洲在害怕，他在怕什么？怕我不原谅他，还是怕他自己？我低头看着他的手，看了很久。这是一双很好看的手，骨节分明，手指修长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。这双手签过上亿的合同，握过无数人的手，给过我全世界最贵的项链，也给别人递过一杯温水。那些我给不了他的心疼，别人给了；那些他不曾为我流露的慌乱和温柔，为别人流露了。沈燕洲，我叫他的名字，不是老公，不是燕洲，是全名。他应该听出来了，因为他握着我的手微微僵了一下。我签手术同意书的时候，护士问我家属呢，我说在外地。他说要不要联系一下，我说不用了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他的手指收紧了。进产房之前，助产士说你要是疼得厉害，可以喊出来。我没喊，不是不疼，是喊了也没人听。他的指节泛白了。生哥哥的时候，我用力用得满脸都是眼泪，不是哭，是用力太猛了，生理性的。我不哭，因为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哭给谁看呢？他整个人都在抖了。然后现在你来告诉我，你在隔壁是因为你妹妹，我看着她的眼睛，你在隔壁是因为你爸临终前托付给你的，你在隔壁是因为你怕我觉得沈家有私生子的传统。我停顿了一下，沈燕洲，你能不能听一听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在告诉我，你的原生家庭，你的妹妹，你的承诺，你的恐惧，所有这些东西都比我重要。你宁愿让我一个人生孩子，都不愿意让我知道你的秘密。不是的，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像是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，带着一种濒临崩溃的沙哑。不是的，小陆，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……他停住了，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因为后面该接什么。产房的门又一次被推开，这一次进来的是护士长，手里拿着什么东西，表情严肃。沈太太，有件事需要跟您说一下。他看了一眼沈燕洲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了，隔壁病房的产妇沈燕柔女士请求见您一面。他说他必须亲自跟您道歉。沈燕洲猛地站起来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不行，他说，语气是命令式的，不是商量的。他刚生完孩子，不能下床。他没有要下床，护士长平静地说，他只是请求沈太太过去一趟。他说这件事他不说清楚，这辈子都不会安心。我看着沈燕洲铁青的脸，忽然觉得有点想笑。他说的对，他妹妹刚生完孩子，不能下床。可我呢？我不也刚生完孩子？他有没有说过你不能下床？他没有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想过我会下床。我去，我说，两个小家伙正好在育婴室做检查，暂时不需要我。我撑着身子坐起来，腹部的伤口隐隐作痛，但我咬着牙没吭声。沈燕洲伸手来扶我，我又一次躲开了。不要你扶，你扶过别人了。隔壁病房的门虚掩着，护士长帮我推开。我走进去的时候，屋子里所有人都看向了我。沈燕柔躺在床上，比2个小时前更苍白了，嘴唇没有血色，眼睛哭得红肿，手里抱着一个同样皱巴巴的婴儿。看到我的瞬间，她的眼泪又涌了出来。
无声地往下淌。他长得真的很好看，即便现在这副狼狈样子也是好看的。那种好看不是精心装扮出来的，是天生的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，让人想不嫉妒都难。嫂子，他开口，声音细得像蚊子叫，带着颤抖，对不起。我没有走近，就站在门口看着他。对不起，他又说了一遍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我不知道你也在，燕州哥没告诉我你预产期也在这几天。如果我知道，我绝对不会让他来陪我。我一个人可以的，我真的可以。你不是一个人可以，我打断他，你是不可以也得可以，就像我一样。他愣住了，房间里安静了几秒。我不是来怪你的，我说，也不是来听你道歉的。你道不道歉，这件事都不是你的错。你没有要求出生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，你没有要求你爸在去世前把你托付给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你没有要求那个男人在你怀孕之后跑掉。你什么都没做错，你只是运气不好。沈燕柔的眼泪更凶了，但这一次她没有哭出声，而是用力咬着嘴唇，拼命忍着。我运气也不好，我说，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。我嫁了一个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的男人，他不告诉我他有个妹妹，不告诉我他妹妹怀孕了，不告诉我他今天会来医院。他把我当成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孩子，一个经不起任何风浪的瓷娃娃，一个知道了真相就会碎掉的傻瓜。说到最后一个词的时候，我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痕。沈燕州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，我没有回头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急促而不稳，像跑了很久很久，却发现自己一直在原地打转。小陆，他说。我没有理他。我看着沈燕柔，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。你愿意做我孩子的姑姑吗？亲的那种，不是同父异母隔着一层的，是正正经经的，可以随时来看他们，可以带他们出去玩，可以在他们生日的时候送礼物，可以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坐在主桌的那种姑姑。沈燕柔张着嘴，眼泪挂在脸上，整个人愣在那里。他不敢相信的开口，你不怪我。我怪你什么？怪你长得好看，怪你命不好，怪你恰好在今天生孩子。我说，我刚才说过了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。可是他看了一眼门口站着的沈燕州，声音越来越小。可是他因为你不知道我的存在而错过了你的生产，你心里一定很难过。我心里很难过，我承认，但让我难过的人不是你。沈燕州的呼吸声在身后加重了，像被人一把攥住了心脏。我看着沈燕柔，看着她怀里那个刚出生的小婴儿，忽然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你给孩子取名字了吗？还没。他摇头，声音还带着哭腔。我不知道他爸姓什么，也不想让他跟那个男人姓。我想让他跟我姓沈。那就姓沈。我说，跟燕州哥一个姓，跟我孩子一个姓，让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当亲兄妹处。沈燕柔的眼泪终于绷不住了，她哭得浑身发抖，怀里的婴儿被惊动，也开始哇哇大哭。哭声此起彼伏，像两重奏，一个比一个响亮，一个比一个委屈。我从他手里接过那个哭得最凶的小婴儿，把他抱在怀里，轻轻地晃着。他闻起来有一股婴儿特有的奶香味，和我那两个孩子一样的味道。血缘这种东西真的很奇怪，明明素未谋面，明明没有任何关系，可当我抱着他的时候，我的心忽然就软了。不是因为沈燕州，不是因为沈燕柔，是因为这个孩子本身。
他和我的孩子一样，都是被命运随便扔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他没有选择父母的资格，没有选择出身的权利，他甚至没有选择要不要出生的自由。他已经够惨了，我不能再把自己的怨气转移到他身上。沈艳柔哭了一会儿，终于慢慢平静下来，用纸巾擦着眼泪，小心翼翼地抬头看我：嫂子，你真的不生气了？我没说不生气，我只是说不对你生气。我转过身，第一次正面看向沈燕洲。他站在门口，大衣还没脱，领带歪歪扭扭地挂在脖子上，眼眶红得像只兔子。这个男人在商场上翻云覆雨，在谈判桌上从不让步，此刻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连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恳求。对你，我很生气。我说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。你回家去。我说，我需要一个人待着。小陆，我说了，我需要一个人待着。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最终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。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的时候，我怀里的婴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，安安稳稳地趴在我肩头，小手攥着我的衣服，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。沈艳柔看着我的眼神变了，那种眼神里有感激，有愧疚，还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崇拜，像在看一个比他厉害得多的人。我被他看得有点不自在，把孩子还给他，转身走了。回到自己的病房，2个小家伙已经被送回来了，安安静静地躺在婴儿床里，睡得香甜。我站在婴儿床边看了他们很久，看他们微微翕动的鼻翼，看他们在睡梦中无意识勾动的小手指，看他们像2团软绵绵的云朵，并排躺在一起，呼吸几乎同步。他们是我的，不是任何人的退路，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，不是任何人的秘密。他们是我一个人的孤注一掷。我爬上床，把自己埋进被子里，关掉灯，闭上眼睛。黑暗里，那些压了一整天的情绪终于开始松动，像冰面下的暗流，咕嘟咕嘟地往上涌。我没有阻止他们，反正灯关了，没有人看得到。眼泪无声地滑下来，打湿了枕头。我哭得很安静，安静到连隔壁床位的产妇都听不到。不是那种嚎啕大哭，是那种把2年所有的委屈，所有的辛酸，所有一个人在深夜熬过的时刻，一点一点的从身体最深处挤出来的哭法。哭着哭着，我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伸手摸到床头的手机，屏幕亮了，上面有好几条未读消息，全是沈燕洲发的。第1条，小陆，我到医院外面了，在你病房楼下的车里。第2条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不上去打扰你，我就在这儿待着。第3条，如果你晚上疼得厉害或者想喝水，给我打电话，我随时都在。第4条，我知道你现在不想理我，但我真的哪儿都不去。第5条，对不起。第6条，对不起。第7条，对不起。我看着那一排对不起，忽然想起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次我问他，你会跟我吵架吗？他说，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不起说多了就不值钱了，所以我要尽量不犯错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表情很认真，认真到我以为他真的会说到做到。可他忘了，有些错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抵消的。他错过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小时，那2个小时里，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疼痛和恐惧，而他的温柔和焦急给了另一个人。不管那个人是谁，我都无法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过。可是，
我把手机放到枕头底下，翻了个身，面朝着婴儿床的方向。窗外有月光透进来，照在两个小家伙的脸上，把他们还没长开的五官映得柔和又模糊。可是我看到他了，在我最疼的时候，在我以为自己要死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就在隔壁。可现在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在这个医院里，在这个楼层里，在同一片灯光下。他没有去新加坡，他没有缺席到遥不可及，他就在这里，只是隔了几堵墙。那几堵墙大概就是我和他之间最真实的距离吧。不是不爱，是明明近在咫尺，却好像永远差了一扇门的距离。我闭上眼睛，黑暗重新笼罩下来。走廊里传来护士换班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。婴儿床里偶尔传来一两声细微的呢喃，像是梦见了什么好东西。手机在枕头底下震动了一下，又是一条新消息。我没有看，因为我知道他说什么。除了对不起，他大概也说不出别的了。而我想要的从来就不是对不起，我想要的是一个在我需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推开所有门，跨过所有障碍，走到我身边的人。不是那个在门外解释为什么进不来的人，是那个无论如何都要进来的人。走廊尽头的电梯叮的一声响，像是什么东西落到了实处。我睁开眼睛，拿起手机，屏幕上有8条未读消息。最后一条不是对不起，最后一条是小路，我在门口。不是产房门口，不是病房门口，是这栋楼的大门口。护士不会放他进来，探视时间已经过了，他不是登记过的陪产家属，他没有资格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。他在门口，冬天的夜风里，大衣都没穿的冬天夜风里。我攥着手机，手指在屏幕上停留了很久，久到屏幕自动熄灭，又重新点亮。最终我没有回复。我把手机放回枕头底下，侧过身，面朝墙壁。黑暗中，我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不是笑，也不是不笑，只是我要向前看了。全文完。